金庸说，你瞧，这些白云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人生离合亦复如斯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是天空中的云，聚散有时。水不试不知深浅，人不交不知好坏，我们遇到的人良莠不齐。人生短暂，要将有限的精力留给值得的人，而对于有的人，看清之后要趁早放手，别再联系。前段时间和同事聊天，他说有个朋友每次心情不好就会找他，不分时间场合。有一次他正在相亲，朋友突然给他发来一连串的微信消息，他没回，结果对方直接打来电话说自己和男朋友分手了，然后抱怨男人的各种不好，让坐在喜欢的人面前的他十分的尴尬。虽然他只匆匆聊了几句就挂了电话，但心情很受影响。还有一次大半夜的，朋友给他打电话，抱怨生活上的各种烦心事儿，好像全世界都和他作对，房东很坏，同事不好相处，老板太差等等。挂了电话，他失眠了，由于没睡好，第二天精神状态很差，差点在工作上失误。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。我们说，朋友之间分享彼此的开心和快乐，分担彼此的难过和忧伤是理所应当。但是同事的这位朋友却只是单纯地将他当成了情绪的垃圾桶。每次朋友向他抱怨完，他都要花时间来消化朋友带来的负面情绪，严重地影响了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三毛说，友谊就是自由，如果我成为了你们的负担，那么便不好做朋友了。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一个朋友只能给你带来负能量，我们要及时止损，趁早离开。在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中有一句台词，你的朋友考试不及格，你感觉很糟，但你的朋友考第一，你感觉会更糟。当你的朋友过得没你好，你会替他难过，当你的朋友过得比你好，你会为自己难过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有一种人，一旦你比他好，他就心生嫉妒，想尽办法毁掉你的生活。就像今年高考过后的一个新闻，杭州的一个考生第一年高考失利，第二年发奋念书，结果还是没收到通知书。不相信这个结果的他打电话去查询，却震惊地发现是他的好朋友偷偷改了他的志愿。原来他的朋友看他的成绩越来越好，所以心生妒忌。曾听过这样一句话，曾一起待在泥潭里的朋友，如果有一个发达了，另一个想到的不是为他祝贺，而是想办法也把他拉回泥潭。这样的人就像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背后捅你一刀，要趁早远离。前段时间，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朋友忽然找我聊天，结果越聊越尴尬，因为除了以前的回忆，我们之间再没有其他可以聊的话题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，时间真的改变了很多东西，比如我们曾经以为可以一辈子的友情。在人生的每一次岔路口，我们都会弄丢一堆朋友，同时也会认识一批新的人。岔路口越多，那最先弄丢的朋友对于我们来说就越陌生。即使重新取得联系，却发现你有了你的生活，他有了他的圈子，彼此再也无法走进对方的世界。就像在电影《速度与激情》里的一句话，人与人的关系无论多紧密，也终将岔路，好在我们都在各自往前走。对于像少年闰土一样的朋友，就让他留在记忆里吧，毕竟回忆里的画面是那样美好，再联系只能是失望和疏离。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朋友，但能留在生命里的一辈子也就那么几个。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，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，有人给了你无法抹去的伤痕。云去云散，来你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那么奇妙，而你唯一能做的
就是对那些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，对失去的人释怀，在人生的平淡与热闹里，寂静欢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